大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这两天我做了北海道流心芝士塔。其实这个芝士塔好多年前就有了，我一直想做，但是总忘着忘着，好几年就过去了。幸好最近有人提醒我了，不能再拖了。强烈推荐你们试试这个配方，是小山进大师的配方，真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！我试了好几个配方了，小山进大师的配方真的无敌了，超级美味。先做塔皮。低筋粉、高筋粉、杏仁粉一起过筛，再加入盐、糖和香草糖。这个是我自己做的香草糖。前不久发的一期太妃糖的视频结尾有香草糖的做法，想了解做法的小伙伴们可以看一下那个视频。没有的话就换成砂糖就好了，这个就是增添香味的一个东西，加了会更香，没有也不会不好吃。黄油提前在室温下软化好，然后把糖粉混合物倒在黄油里。如果有搅拌机的话，你就把它们一起放在机器里打几下就好了。那我只能用手来代替机器了。此刻我内心想的是，用手做的塔皮更有灵魂。把黄油和面粉抓拌均匀，然后再加入全蛋液，再抓成黄油面团就好了。不要反复揉捏，成团后就停手。装在保鲜袋里，放到冰箱里冷藏松弛2到3小时。它原本的做法是松弛好以后擀成片儿，再用模具压出形儿，再放在模具上整一整。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样做很麻烦？因为要把全部的面皮都做成塔皮的话，就要重复的擀开压形儿。做了1天以后，我就直接给它分成25克一个，等它变软一些了，手指头上蘸点面粉，直接在模具里整。我觉得这样最快最简单了，这样做半小时就弄好，那样做要弄1个小时。把这个边儿整得高出模具一点点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去冷冻5分钟。冻完以后它就不是特别软了嘛，然后拿小刀把上面不规则的边切掉。这样它就规整好看了吧？然后就可以烤塔皮了。一定要在上面压东西烤，不压东西烤的时候回缩的很厉害，我亲自体验过的。你们不听我这个美女的话是要吃亏的。可以用这种薄的纸杯，用手给它攒吧。字幕君别打我。就这样放在上面，然后我是在上面倒了好多的黄豆，把黄豆往四周拨一拨，让它分散开，要不然没有压住的地方就有可能会回缩。我们家这点黄豆啊全用上了，就这些了，最后一个不够，我就压了个别的东西。然后就放到预热好的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60度先烤20分钟。预热的时候可以用170或者180度预热，这样放进去以后烤箱温度就不会下降太多了。烤完以后先把它取出来，把黄豆倒掉，再小心的把上面的纸揭下来。等模具不是特别烫手了，就这样转着圈的磕几下，然后把这个塔皮取出来，然后再放回烤箱里160度烤15分钟。塔皮就做好了，具体能做多少个得看你用的那个模具大小，我是做了14个。不一定非要用跟我一样的模具，你也可以用12连的杯子蛋糕模具做，反正家里有什么模具就用什么呗。塔皮做好了以后就可以做芝士内馅了。这个内馅的做法略微复杂一点，我们先看一下大师的做法。先要做一个奶酪卡士达酱，牛奶和奶酪先混合加热，蛋黄、砂糖、玉米淀粉混合拌匀，然后把1半的牛奶奶酪倒在蛋黄砂糖里，拌匀以后再给它倒回锅里，然后就不停的搅拌，小火熬煮，熬成酱，这个很快的，也就1-2分钟的事儿。离火，1克吉利丁片泡软，淡奶油和黄油放在一起，加热到黄油融化，然后把软化的吉利丁放进去，搅拌到吉利丁融化。再加入做好的20克卡士达酱，拌匀。奶油奶酪提前软化好，给它搅拌一下。
然后把刚刚做好的卡士达慕斯酱和奶油奶酪混合均匀。拌匀以后就放在一旁备用。然后接下来还要做一个意式蛋白霜，水和糖先煮着，然后把装蛋白的盆放在一个温水盆里，先给它打发。这个时候还没有搁糖呢，就直接打。打到这个蛋白坚挺了，其实挺快的，也就1分钟的事儿。这个时候糖浆也煮开了，一定要把糖浆煮开，然后趁热一边搅打这个蛋白，一边把糖浆都倒进来。再继续打发蛋白，打到硬性发泡就好了。最后就打到这样，是直立的尖角，然后再把蛋白和奶酪混合均匀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把它们全部混合均匀，这样这个芝士内馅就完成了。把它挤在塔模里，要给它挤满，跟模具一样高。表面如果不平整的话，可以晃一晃，然后放到冰箱里冷冻3个小时。我尝试了一下，可以冷冻过夜。烤之前把它拿出来，表面刷一层蛋液，蛋液别刷在塔皮上，因为要高温烘烤，如果刷在塔皮上，烤完以后这个塔皮颜色就太深了。然后你要换一个烤盘，而这个烤盘呢，在预热烤箱的时候，我就放进去跟烤箱一起预热了。这个烤盘是热热的，非常烫。放进烤箱里230度烤到表面上色就好了。书上写的是240度烤3.5分钟，我是用230度烤了6分钟。我测试过，10分钟以内都可以，最好是不要超过10分钟。如果你要烘烤10分钟了，表面还不上色，说明你那个烤箱预热的不够，温度不够。还有就是为什么烤前要换烤盘呀？因为你那个芝士塔就冻得硬邦邦的，温度特别低，烤盘也是冰冰的，温度也特别低，这样直接放进去，烤箱里必定马上温度下降，那烘烤的时间就要延长了，烤的时间长了，那里边就不嫩了。所以最能缩短烘烤时间的方法就是提前把烤盘也加热好，这样可以大大缩短烘烤时间。真的，这些全是我这2天总结出来的经验，大师书里都没写。刚烤完的时候流心效果特别好，一切开哗啦就流出来了，等我晾到不烫手了再切开，也是这种流心的效果。说实话，小山进大师的这个做法是真的复杂，这个视频我搞了好几天。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刚开始吧，觉得他这做法复杂就没做，然后试了别的配方，试过这种奶油奶酪鸡蛋直接混合均匀的，但是吃着真的挺普通的，没有任何亮点。后来才决定还是做大师的配方吧。你们看这个稀了咣当的小山进大师的配方，我感觉应该是完美还原了北海道芝士塔的状态，也许会比那个更好吃吧。带着疑问，我把大师的做法稍微简化了一下，因为我不明白放吉利丁是为什么，又做了一次。黄油和淡奶油混合以后，没有放吉利丁，直接跟卡士达酱混合了，然后再混合奶酪。蛋白没有加糖水，就是直接加了20克糖打发的。做好以后，这个芝士糊就是会比加了糖水的稍微稠那么一点点，因为材料少了一点点嘛，然后只能出6个。烤完以后状态看上去是没有太大差别的，不过切开以后能看到区别，右边看上去更蓬松一点，能看出蛋白的那种蜂窝感，吃上去口感是更绵软，但是还有一点点 Q 的口感，就是加了吉利丁的作用。我靠，我真的服啊，这就是细节呀！大师真的是把甜品的口感做到极致啊！大师就是大师，让我不禁想感叹一句：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！你要是觉得完全按大师方法做太复杂的话，也可以简化一下做法，不放吉利丁，不用糖水打蛋白，这一版的也很好吃，反正都比我之前试过的方子好吃太多了。
大师推荐这个芝士塔冰着吃，确实热着吃你吃不到那个 Q 和蛋白打发的口感的，还是冰着吃更好吃。保存就给它冷冻保存，冷冻其实是可以保存很久的，但是我觉得尽量1周之内吃完吧，因为时间越长它的口感可能就会越差了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这个芝士塔真的非常非常好吃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动手做起来了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帮我点个赞吧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话，那就再关注我一下吧，还有更多精彩的视频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